在中国，我们常常自豪地提到56个民族的大家庭，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。然而，你是否曾想过，在这些被广泛认知的民族之外，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群体？他们虽然同样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，却尚未被官方政府正式承认。莽人，这个未被正式识别的中国民族，其历史在文献记载中鲜有出现，仿佛是被时间长河遗忘的一族。他们人数稀少，仅数百人，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。他们的生活与世隔绝，却充满了原始与野性的魅力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莽人的生活，探寻这个神秘族群的真实面貌。在云南金平县的深山密林中，曾有猎人和采药人偶遇一群身影，他们身着树皮与藤蔓编织的衣物，手持短弓，背负箭筒，在林间如幽灵般穿梭。这些身影被称为刹满或插满，意为高山上的无名之人。他们就是莽人，一个神秘而古老的族群。他们的故事如同这片森林一样深邃。莽人的历史沿革，宛如一部丰富多彩的史诗。明朝中期，他们的祖先散居于云南省红河州和文山州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战乱迫使部分莽人迁徙至越南。清朝末期，一些莽人又从越南迁回金平县。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，民族压迫和战争的摧残，迫使一些莽人逃至中越边境的高山密林中，回归到原始的采集和狩猎农耕生活。解放后，他们走出原始森林，合并成现在的南柯新寨、平河中寨、平河下寨和雷公打牛寨4个自然村，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。莽人这个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少出现，就像是被时光遗忘的一族。他们聚居在云南省金平县的高山密林中，与中越边境的山川为邻。他们被认为是古代百仆族群的后裔。莽人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，与越莽语族语言有着密切的同源关系。在中国境内，莽人的人数大约为800人，而在越南则可能超过4000人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东南亚北部山民，与自然和谐共存，迁徙、游耕、烧荒，在森林中狩猎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随着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莽人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的无边界家园，随着国境线的划定，变成了2个国家争夺的焦点。莽人的身份也由此发生了转变，从统一的族群变成了2个国家的国民，越南人或中国人。这种模糊不定的身份认同，或许也是莽人迟迟未被识别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这并非唯一的原因。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，直到1979年才最终确认了56个民族的格局。雷公打牛是中国云南金平县莽人聚居的4个村庄之一，目前是发现的最大的莽人部落，共有30户人家，约130余人。据传说，很久以前，莽人的祖先刚迁到这里安家，突然从林中冲出一只牛魔王，伤人毁房，危害村民。正当村民四处逃走之际，突然天降大雨，一道蓝光劈中牛魔王，之后便是雨过天晴。莽人的祖先为了纪念这个事，特意给这村子取名为雷公打牛。雷公打牛村位于半山腰，莽人居住的木房子在白雾缭绕之中显得异常的黑亮。他们的居住环境通常选择在山腰或山顶，这些地方不仅靠近水源，而且便于防守和狩猎。莽人的传统建筑颇具特色，主要以竹子构建的干栏式房屋为主。这种建筑既适应了当地的湿热气候，又能避免野生动物的侵扰。莽人生活在原始森林中，他们以擅长攀岩和游泳而闻名。这2个技能仿佛与生俱来，似乎跟他们的血脉并行流动。他们可以在近乎垂直的峭壁上自由攀爬，敏捷如山林间的灵猴。他们赤脚在崎岖的山岭间奔跑，速度之快令人惊叹。尽管莽人身材不算高大，但他们的力量却不容小觑。他们能够背负着沉重的猎物，在布满荆棘的密林中穿梭，如履平地。在1日之内，他们甚至能征服5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，这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莽人的狩猎场
是一片未被文明触及的原始森林。在这里，没有明确的路径，只有那些能够承受他们脚步的土地，才被称之为路。森林的坡度远非肉眼所能轻易辨识，每个斜坡都隐藏着意外的陡峭。特别是当接近山涧，那些斜坡的倾斜角度往往超过了60度，有时甚至达到了70或80度。在这样的地形中，距离的感觉常常被扭曲。一眼望去的近处山坡，实际上可能远比看上去的要遥远得多。莽人必须在茂密的草丛和荆棘中自行开辟道路，有时甚至要绕过悬崖峭壁，寻找过溪的途径。每一次狩猎都是一次对勇气和智慧的考验，而莽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练出了他们的生存技能。在莽人的生活中，狩猎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能。莽人男子常常携带2个箭筒进入深山，其中一个装有毒箭，另一个装有无毒箭。他们根据猎物的不同，选择不同种类的箭矢进行射杀。面对体型较小的猎物，他们通常使用无毒箭矢；而在面对黑熊、野猪等体型较大的猎物时，他们则会选择使用剧毒箭矢。生活在森林附近的人们都知道1猪、2熊、3老虎的说法，这意味着野猪在森林中是最强大的动物之一。成年雄性野猪的体重可达400斤左右。莽人的竹箭有时无法射穿野猪厚实的皮肤，箭矢甚至会被弹开。然而，莽人并不会因此而放弃，他们会与野猪在森林中展开一场激烈的追逐战。莽人社会是一个宗族社会，他们非常注重互助和分享。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获得的食物和资源，都会在部落成员间进行分配，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。他们会按照人人有肉，有肉同吃，平均分配的原则来分配猎物。莽人的狩猎技巧是代代相传的，他们的狩猎方式精准而尊重生命。然而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狩猎不再是莽人唯一的生计。他们最主要做的还是在种田，在村子周边的山地上都是开垦的田地。一开始，他们种了很多粮食的作物，比如说在梯田里面种水稻，有木薯种在坡地上等等。有时也会种药材来获取收益。男人们进山的时候，女人们则在附近山林中寻找野生的果实、可食用的植物，从事一些简单的农务。他们对哪些果实成熟，哪些植物具有药用价值了如指掌。为了能改善生活，莽人们选择上山寻找药材，因为在原始森林里可寻找到各种珍贵药材，如金线莲等。这些药材既可自行处置，或者烘干后出售，也可卖给外地的老板。如果运气好，上山1周可赚取500-600元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。所以，他们也都喜欢上山，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巡游1周左右的时间再回来。这几种生活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。他们不管在山地的什么地方，或是沿着河流行进，莽人总会扛一杆枪在肩上。在行进1天之后，莽人会搭自己的庇护所。这样的庇护所具有不同的种类，最简单的就是横着搭一根杆子，竖着再搭几根杆子，再放上一块油布。如果没有油布的时候，他们也可以就地取材，找一些芭蕉叶，一片一片的搭上去，然后在前面点一堆火。这样一个小棚子就可以容纳4-5个人挤在一块挨过一夜。前面有一堆火，再在地上垫一些枯枝、碎叶，当湿气不断透上来的时候，也比较暖和，至少不会冷出问题来。还有另外一种是半永久性的棚子，这种棚子可以在山上使用2-3年。搭这种棚子不是随便的，是要搭在他们在原始森林里面种植的作物旁边。他们在森林里开辟出一片土地，种植了草果、香草等经济作物。每年10月、11月上山收果，烤干后背下山。因此，他们需要在干活季在山上有这样一个庇护所，在自己的草果地附近搭上这样一个半永久性的棚子，同时在棚子里修建一个烤窑，把新鲜的草果、香草放在烤窑里烘干，烘干后用箩筐背下山。在90年代，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，但随着云南和广西边界的边民都在尝试种植草果，近年来草果的价格大幅下跌，他们每次上山下山的收入也就只有几百元。
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，因为曾经收入最多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人通过这片草果地一年可以有上万元的收入。莽人，这个曾经以刀耕火种、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，正逐渐在现代社会中编织他们的新篇章。在云南省金平县的高山密林中，他们的生活习俗和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融合，如同古老的藤蔓缠绕着新生的枝桠。尽管莽人的生活已逐渐与现代社会相融合，吸收了现代文明的便利与进步，但他们依然珍视并保留着那些古老而独特的风俗。这些传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，成为他们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。莽这个族群的自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，它承载着莽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自豪。在他们的语言中，莽不仅指代着山民，更隐含着对智慧的赞美。每当莽人孩童学会第一个词，便是以莽为始，这仿佛是他们与山林、智慧结缘的神秘仪式。生活在越南边界的莽人都是会多语言的，无论是在中国一侧的汉语和莽语，还是越南一侧的莽语和越南语，莽语始终是他们共同的纽带。莽人的生育习俗是他们文化中一抹独特的色彩。在莽人的观念里，生育是神圣的，是天神赋予的恩典。过去，除了本氏族的正常孕妇可以在家生育外，其他非正常孕妇，包括非婚怀孕和结婚时没有举行过婚礼仪式的孕妇，都不能在家生育，必须实行隔离。孕妇在临产之际，会在芭蕉叶搭建的简易窝棚中，由丈夫亲手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这一过程不仅是生命的传递，更是对生命奇迹的崇敬和庆祝。然而，他们对婴儿也有着一些无法理解的习俗，比如婴孩一出生，先要用冷水洗，然后用没有消过毒的铁刀或是竹片来断脐。这些习俗曾导致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。在他们看来，没有活下来的孩子是老天没有赐给他生命。莽人有独特的强身健体的办法，早期莽人的婴儿至少年时期都是不穿任何衣服的，他们忍受风吹日晒，也增加了自己的免疫力，强健了体魄。待到成年后，莽人才开始穿一些用树皮、树叶、藤蔓做成的原始衣服，而大多数女性结婚后仍然赤裸上身。因为有着强悍的免疫力，所以莽人的寿命都很长，他们的平均寿命可达80岁，寨子中也不乏100岁的老人。进入莽人村落，如果有一些女人用好奇的眼神望着你，是非常正常的。因为居住在大山莽林之中的莽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外界的男女，他们只能选择在莽人之间近亲结婚。只有极少数的越南妇女愿意翻越大山嫁过来。寨子里一位娶了越南老婆的莽人回忆，当时与媳妇谈恋爱的时候是非常惊险的。他们谈恋爱的过程非常像打仗，因为当时中国和越南还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关系当中，谈恋爱就像是一场边境上的冒险。男子为了与心爱的人见面，不得不爬山涉水，穿越丛林，趁夜幕降临时才能在越南的村子外与她相聚。莽人的宗教信仰深深植根于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之中。他们相信每一片树叶、每一条溪流、每一块石头都寄宿着灵性。莽人生活在茫茫的原始森林，但他们有个奇怪的习俗，就是忌惮绿色。他们认为绿色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祸，非常不吉利，所以在莽人家里不允许出现一点带有绿色的东西。据说是因为他们祖先之前带着一些绿色植物回家，然后有人死亡，他们就出现了一套仪式。当结伴行在森林里面的时候，他们会需要做这种驱鬼的仪式，需要用草果的汁液、辣椒去擦自己的身上，不能带任何绿色的东西进他们的窝棚等等，以此来去除他们认为的危险。在莽人的认知世界里，祭祀仪式是与神灵对话的重要时刻。在这些仪式中，祭神求生育是核心环节，人们通过庄重的祭祀活动向自然神灵祈求生命的延续和繁衍的力量。他们相信生命的诞生是神秘力量的恩赐，而孕期的困难、分娩的挑战以及婴儿的生死都被看作是超自然力量的体现。这种信仰让他们对生命充满了敬畏和依赖。莽人
这个曾经在历史长河中鲜有记载的族群，正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。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迁，同时也在探索着自己的未来。莽人的传统艺术和语言是他们文化身份的核心，但现代化进程和年轻一代的外迁，使得这些文化遗产传承面临挑战。陈自兴老人手持莽人传统乐器籁龙，一种类似长笛的竹制乐器，能够吹奏出悠扬的旋律。他是少数还记得如何吹奏籁龙的人之一。他回忆起年轻时的岁月，那时部落里的人们常常聚在一起，伴随着籁龙的悠扬旋律，讲唱故事，跳起传统舞蹈。然而，现代生活的影响让这些艺术形式逐渐淡出部落生活。尽管莽人们对籁龙的声音充满感情，但年轻一代很少掌握这门技艺，这反映了对传统文化消失的担忧和对传承断层的遗憾。保护和传承这些艺术形式成为了莽人文化保护的紧迫任务。莽人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，其中杀吉恩节是他们重要的节日之一，这体现了他们对自然和祖先的敬畏。节日期间，他们会举行各种仪式和庆典，表达对自然和祖先的敬意，以及祈求丰收和平安。新米节则是庆祝新米收获的节日，莽人通过这一节日表达对自然的感恩之情。这些节日不仅是莽人精神风尚和伦理道德的体现，也是他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，由于多元文化的冲击，莽人的传统礼仪和节日面临着退化甚至消失的危险。莽人的身份问题曾经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。最初，莽人这个未被识别的民族群体长期居住在云南省的偏远山区，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与周边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。莽人由于人数较少，居住地隐蔽，加之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与外界隔绝，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们作为独立民族的官方认定。在2009年之前，莽人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民族归属，他们的存在并不为人所熟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民族识别工作逐步展开，莽人的身份问题逐渐受到关注。到了2009年，莽人作为一个支系被归入布朗族，这一变化标志着莽人在国家民族政策中获得了正式的承认和身份。然而，身份的归属并没有立即解决莽人的所有问题。尽管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变得清晰，但莽人却在族群认同上感到了迷茫。由于地理隔离和文化差异，莽人对布朗族的了解并不深入，加之自身文化上的自卑心理，使得他们在适应新身份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。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，交通、通讯工具的发展，莽人开始逐渐了解外面的世界，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也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发生了变化。莽人的生活变迁从原始的岩洞、茅草屋到现代的2层小楼，从刀耕火种到现代农业技术，这一跨越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变，更是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演进。尽管挑战重重，但莽人在适应和寻找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定位的过程中，展现出了坚韧和智慧。莽人的故事是一曲悠长而复杂的交响乐，它诉说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，文化与身份的探索。在面对挑战与变迁的征途上，莽人展现了他们对传统的坚守，对文化传承的执着，以及对新时代的适应与接纳。他们的历史虽然曾被边缘化，但现在正逐渐被世人所了解和尊重。你还知道哪些很少有人了解的民族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和转发哦。本期内容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